我叫林霄，被骗进北陇矿场已经11天了，每天干的活儿就是把那些一刀能翻身、一刀能见底的毛料从矿坑拉回顾家。11天前，我还在国内，有人拿高薪工作当幌子，把我骗来了这儿。等我反应过来，已经进了顾家的矿区。这里的人进来容易，想活着走出去难。彪哥，料子送回来了。你晚了9分钟，道路有人劫车，耽误了点时间。老子管你路上碰到什么！明天就是组里的夺标局，大小姐全指着这批货翻盘。你要是坏了大小姐的大事，把你点碎了喂狗都不解气。青露老坑料，冰羊满肉，参考价12万，普通废食无价值。冰透飘脆，参考价58万。我的眼睛竟然能看出这些毛料值多少钱！发什么傻？老子问你话呢！想偷奸耍滑是不是？你想找死就……彪哥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去干活，这就去。滚去做事！大小姐，今天送来的毛料都归置好了，几位老师傅也正在帮您长眼。明天那场族内竞价是我和顾承泽分高下的时候，我现在需要一块能镇住全场的压轴料。今天挑出来的，全给我过目。时间不多，谁替我把最好的料挑出来，赏钱我不会少给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们干这行几十年了，什么料值钱，心里有数。您尽管看，我们一定把最好的留给您。开始。大小姐，您看这块青入口的黄沙皮，可紧沙细，底子至少能化冰，我看最少也值72万。沙性浮肉发散，撑死细糯底，最多4万。青露黄沙皮里面是发灰糯底，只值4万。再看这块乌岭黑沙皮，外向稳，没准能爆浓色。大小姐，这块按我看破100万很轻松。料是乌岭的没错，但里面10有8九全是裂，能有28万都算高看的。乌岭黑沙皮里头全是网裂，实际只有18万。顾青怡眼力确实强，可也不是次次都能压中。他说28万，实际只有1半多。那块白河口的小坯子别看了，皮死肉僵，留着也是占地方。白河口白岩沙，估值720万。白河口白岩沙，面竟然是顶级黄翠，干净的连棉和漏都没有，720万，顶级啊，不能错过！你看什么看？一个跑车送货的下等货，也敢在这儿插嘴？大小姐，这块不能扔，它是真正的好料。大小姐，这块不能扔，它是真正的好料。大小姐，这块料千万别丢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这块石头只是外壳难看，里面藏的是顶级黄翠。黄翠，就凭这么个死皮壳，表面干巴巴的，一点起色都没有。真把它切开，我都嫌费机器。你一个拉货的，懂什么叫黄翠吗？你说的满料黄翠呢？笑死个人！我看是整块白灰心才对。小子牛吹的够响，结果就这。大小姐，我这就把这个胡说八道的夏建培拖出去。白河口白岩沙，估值720万。不对，这双眼没看错，脆肉还在，只是摔开的角度偏了，根本没碰到料心。大小姐，这块料没错，刚才只是没砸到核心，只要再补一刀，一定见脆。你还敢继续胡扯？要是切开还是白的，我这条命大小姐怎么处置都行。在我面前卖弄聪明的人，通常都没好下场，你知道吗？我清楚。把开料机推过来，现在改口还来得及。你还坚持要开？开。那就切。你还坚持要开？开。那就切。不会真让这小子撞中了吧？哼，撞什么撞？这种死料一看就是废的。一个跑货的还想在大小姐面前露脸，等会儿开空了，看他怎么收拾。大小姐，要是这一刀下去连点籽儿都没有，我替您当场做了他。大小姐，见脆了，而且是正色，这么透的料子我还是头一回见。净播种黄翠，大小姐，真是顶级黄翠。您看这通透度，这颜色，整个北陇都难找第二块。果然是净播种黄翠，种够老，水够长，还净得一点杂都没有。有了这块东西，
明天顾承言凭什么跟我争？恭喜大小姐！别动他！谢大小姐。你赌的不是这块料，而是赌我肯不肯继续给你时间。现在你赌赢了，告诉我，你凭什么认定里面有东西？只是感觉，他拿在手里比矿上别的料都坠手。直觉，在这种一不留神就没命的地方，敢靠直觉去压生死的，要么是个疯子，要么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人。从现在起，你不用再开车运货了，跟我去宁玉楼。一切听大小姐安排。机会总算到了，只要能碰到更多毛料，我迟早能赚住一笔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大小姐，您这是想让我做什么？刚才在外头，算你运气不错。这里几块料子是矿区刚送来的，你从里面挑出最值钱的那一块。挑中了，以后就替我做事。要是看走了眼，后果你自己掂量。选对了，往后就是直上青云；要是选错，今天怕是连命都保不住。这一关才是真正的投名状。常规皮料，内藏细带翠，估值26万。普通货色，里面只有一线翠，值26万上下。此时1块，不计价，就是块废石，根本不值钱。后江老坑冰透飘翠，估值2800万。竟然是后江老坑的冰透飘翠，少说也值2800万。我挑这块。这块表皮干裂发枯，看着跟废坯差不多，旁边那几块都比它像样。你确定不改？它外头是难看了点，可里边藏的是顶货，我就要它。挺货，摆着几块看相好的你不碰，偏顶上这块连垫脚都嫌个人的烂料，这种皮壳在行里就是出了名的绝糊坯，谁碰砸谁手里。选他？哼，我看你也没多大能耐。大小姐，有人找您。在我回来前，你还能改一次口，机会只有这一次，机会只有这一次。这是什么？刚才那股气竟然是从石头里出来的。玄药瞳能让我看透料子，可刚才这一手，我不光能把里面的气抽出来，还能再送回去。要是把这股气灌进一块废坯，不行，没有玉脉的死石根本盛不住这股气，只有里面带肉的毛料才会有反应。把这股气吸出来，玄药瞳就能看得更深，把气反送进去，居然能把料子的底子往上抬。玄药瞳帮我辨识，这能力却能替石头改命。哼，装神弄鬼，死到临头了还摆谱，这明摆着就是块废坯，你还真觉得能开出东西？就是马先生一眼就看穿了，这小子摆明了是在博眼球。等下真切垮了，我看他还怎么嘴硬。最后问你一遍，换不换？大小姐，我还是选他，我还是选他。哼，大小姐，这块料连半点起色都没有，开出来十有九空。二少爷从北路请来的老手已经把货备好了，咱们这回要是栽了，张家的位置可就真悬了。马先生，行里那句“显边出浓翠”你总听过吧？既然你认定它是空壳，不如跟我压一局。凌霄，你想怎么赌？如果我看对了，马慧山滚出宁玉楼，另外请大小姐把总监师的位置给我。我要是输了，这双手我自己废。白花顶，烂泥地，这一刀已经切死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把眼睛睁大看清楚，把眼睛睁大看清楚，你嘴里的顶货在哪儿？等着断手吧！大小姐，这小子纯属在耽误您的正事。赌是你自己提的，输了就别赖账，动手吧。先别急，这料还没开完。哼，还在装？拿细磨盘慢慢蹭，这层白雾下面才见真色。马先生，行里雾底藏翠这话你不会没听过吧？放屁！死到这份上还敢胡编乱造？什么雾底藏翠？我看全是你先编出来骗人的。大小姐，没必要再陪他费功夫了。磨，让他输也输得明白。冰波种满色，不对，这光感，这刚性是金玻璃种阳翠满色，金玻璃种阳翠满色，暴涨！这回真是暴涨！金玻璃种阳翠满色，这怎么可能？马先生，承让。不可能！这肯定是你运气好，刚巧撞中了而已。剩下那些料子，说不定还有更好的。大小姐，我要求现在就把剩下的全开了。要是这块真压过他们，我麻木
亲手把眼珠子挖出来。可以，既然你非要个结果，那就验到彻底。空的，怎么会全是空的？全完了。现在总该死心了吧？总该死心了吧？话是你自己加的，料也是你亲手验的，输赢摆在这儿，你该认了。大小姐饶我这一回，是我看走了眼，求您看在我多年效力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凌霄，从这一刻起，你先替上总监师的位置，明天跟我一起入局。小子，你抢了我的位子，真以为自己能做得长久？这位置稳不稳，也得先坐上去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截了我的路，就是坏了这行的规矩。北洛地方最恨没规矩的人，最恨没规矩的人，你连5天都撑不过。多谢提醒，我记下了。凌霄，马慧山跟了我9年，算是我身边的老人。旧人该让位，新人也该有往上走的胆子。你就是那股后劲。大小姐，我能给您的绝不止一个马慧山，一个连替自己争位置都不敢的人，也不可能替您去争整个顾家。只要明天让我陪您上桌，我一定替您把局面赢回来。有野心，也够胆。我倒是开始对你有点兴趣了。你的要求我都可以应下，不过明天你要是输了，会是什么下场你自己清楚。会是什么下场你自己清楚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不会败。大小姐，明天那一局不能让这种人胡来呀！真吵。我已经让人给你备了住处，今晚好好养精神。记住，明天你不能输。明白。往前一步是云端，退后一步就是深渊。明天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记住我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位好姐姐吗？真是难得露面。怎么没带你那条老狗？倒是从哪儿捡了个新货色回来，也敢往这儿领，也敢往这儿领。顾承泽，把你的嘴放干净点。林先生是我新请来的总监师。哦，等会儿替你上桌的人就是他，凭他也配碰今天这局。我格格不格，二少爷等会儿自然会看到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也敢跟本少顶嘴？凌霄代表的是我，今天要不是几位叔伯都在场，你现在已经躺下了。行，既然他是你养的狗，那就上桌见真章。我倒要瞧瞧待会儿你拿什么宝的。像什么样子？都给我闭嘴！今天这场竞选牵扯的是顾家往后的路，不是让你们在这里丢人现眼的地方。继承人比试现在开始，规矩不变，还是3轮定输赢，先拿下2局者胜。头一盘比眼力，桌上摆的全是蒙头料，你们各挑一块，当场开解，最后以预料总值判定高下。哼，大长老，光分胜负也太没意思了。既然是霍家内场，这小子敢不敢跟我加码？二少爷想怎么玩？很简单，我要是赢了，你就跪下给本少磕3个头，然后像狗一样爬出去。顾承泽，你别太过分。林霄是替我出战的人，还轮不到你当众作践。行，我这双膝盖本来也不值什么钱，可要是输的人换成你呢，你也一样跪下给大小姐磕3个头，为你今天这张臭嘴赔礼。二少爷这赌主你敢不敢接？你也配跟我讨价还价？自己算个什么东西？怎么，二少爷只会逼别人下跪，轮到自己腿就硬了？还是你心里早就虚了，所以只敢拿别人的脸面做赌，不敢拿自己的尊严上桌？别绕弯子了，到底赌不赌？赌，奉陪到底。既然双方都点头，落手印为凭。开始挑料，限时1炷香。二少爷，这块是青如正坑老料，皮薄肉厚，松花鲜明，里面10有8九是顶级净波黄脆，这一局稳拿。哈哈哈哈！净波黄脆，小子，要不你现在先给我跪一个，本少一高兴，没准能免你一个，来不来？诺化冰底内含暗裂，估值620万。诺化冰底里面带暗裂，620万。福伯的眼力不算差，这次只是没看穿。可光靠这块还赢不了我，我得找出更值钱的。
青碗烤口冰种晴水脆，估值4200万。青露口口冰种晴水脆，4200万，底子净水头足，这一局拿下了。哈哈哈！我还当青衣请来了什么人物？就这块破东西，拿来垫桌角都嫌硌得慌，简直胡闹透顶！这料子外向技师，公认的死货。顾清溪，你若是连这点眼力都没有，现在就该把掌事权让给你弟弟。大小姐放心，这块料足够把他那块所谓的黄翠压得抬不起头，压得抬不起头。我的好姐姐，你看他这张嘴巴，连他自己都知道我这边是净波黄翠，他一个捡回来的野种也配和我比？赌的就是开料前看不透，东西到底值不值钱，切开了才算。各位长老，开始吧。荒皮底下出好色，这话没错，但前提得是活血。你手里这块不是活血，是死血，是恶血，一刀下去必垮无疑。小子，待会儿记得把头磕响点。年轻人，福伯选的那块是正坑老料，底子稳妥。赌石不是意气用事，你现在代表的是清溪，要是想改，我可以破例准你重挑一次。多谢大长老抬爱，不必还。我看中的就是这一块。给你机会你都不要，自己找死，怪不了谁。那就解吧。先开我的，也让他们两个输得明明白白。糯冰底豆青绿，里面带裂，不过底子还算过得去，整体看下来算是小涨。小涨也是涨，总归比某些废砖头强10000截。福爸不愧是老手，少爷，不负所托。糯冰底豆青绿，虽说有裂，可底子还在，先按680万来估。600多万，这已经算很像样的料子了。哼，那个跑腿的挑的又是什么烂石头？拿什么跟人家拼？哼，小子，680万，你那块废料要是能有我的一半，我顾承泽3个字倒着写。别急着下刀，先把皮和蕈一点点磨开。高冰清水脆，大涨！这块料大涨啊！种水一流，色效匀净，干净的看不到绿裂和棉，完全能出整版大牌和满全镯，估值最少4200万。第一轮比品质，顾承泽一方估值680万，顾清怡一方估值4200万。第一局顾清怡胜。不可能！那机器肯定有鬼！一块死料怎么可能切出货？他一定偷偷换了石头！二少爷息怒，几位长老可都看着呢。顾承泽既然敢赌，就得认输。开料全程都摆在众人眼前，难不成你是在怀疑老夫看花了眼？输不起！当初就别把赌约说的那么响。顾承泽，顾家的脸今天都快让你一个人败光了。顾承泽，凌霄赢得光明公白，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顾家嫡系说话跟放屁一样，输了就赖账不认？我不服！顾青怡，你不是认定他有本事吗？那就比第二轮，只要他继续赢，我给你再磕3个。凌霄意思呢？我没意见，他想的话那就翻倍。好，暂停15分钟，为下一轮做准备。凌霄，不错。是大小姐信我。我太清楚霍景瑜是什么脾气了，下一盘他只会更疯。你替我把他彻底踩下去，首席剑师的位置就是你。除此之外，我自己也可以一并赏给你。你觉得这笔买卖值不值？大小姐，您……那就这么定了，你不用再纠结。他居然把自己也算进了给我的报酬里。顾青怡这个女人，心思藏得比最顶级的玉还深。第二轮现在开始，我来宣布这一局的比法。慢着，这一轮的玩法，我想说，二少爷，你这是胡来，哪有下场的人自己改规矩的？按理说这确实不合规矩，不过若是清溪那边愿意点头，我们接。
你知不知道自己刚才答应了什么？大小姐信我，她只会输到底。好，那你说说看。不看谁挑的好，只拼一个准字。双方给同样的料子报价，谁最后报出来的数字更贴近真实市场价，谁就赢。顾承泽，你摆明了是在冲着凌霄来。让他说完。你以为自己天天运料摸过几块石头，就真能跟老行家比估价？赌价靠的是年头和阅历，这一局我不同意。就信我这一次。这个玩法我接了，可你要是输了，拿什么付代价？我会输，上一局不过是我一时失手。这样吧，我要是败了，名下所有铺面、账户、股权，统统转给你。我本人退出顾家，从今往后再不踏进北鲁一步。二少爷不能冲动，这赌注压得太大了。你给我把眼睛放亮点，别再出半点岔子。话既然说出口，就别反悔。来人，把料抬上来！来人，把料抬上来！是。这3块料子都是我压箱底的藏货，规矩不复杂，我们分别给3块石头估价，写在纸上，当场切开，最后谁估的数离真实总价最近，谁胜。这些石头一直都在你手里，现在让凌霄跟你拼估值，你真当我们这么好糊弄？姐姐，赌料这种事变数本来就大，拼的不只是眼力，还有胆量。怎么，你们怕了？对了，为了免得有人乱蒙，只要某一块的报价和真实价值偏差超过2%，那一项就算直接判负。判负。林霄，你赢了，我的身家全归你；你输了，我要你那双眼睛。你还觉得能赢？别废话了，立字据吧。备纸笔，给你们20分钟。这回好别再看偏，不然你先去死。二少爷放心，这3块料我之前反复看过，只要照我的判断来，这一局绝不会再出问题。青路口开窗料，里面是冰飘雪，可惜列走的太乱，真正能落到手里的价值只有12万。单看这扇窗，行里人多半会喊到460万。顾承泽这是故意拿来下套，还是他自己也被表象骗了？被表象骗了。12万，你真这么判断？你疯了！这块料我当初可是150万收回来的，你居然敢压到这种价！只看这块开窗的表现也超过100万，看来这一项清溪这边怕是危险了。越是长得光鲜的东西，越容易把人眼睛骗过去。行，你就接着装，等会儿石头一开，你这双眼睛可就不是你的了。开料！怎么会这样？窗面明明开得极漂亮，里面竟碎成了这个样子。不可能！怎么会裂成这样？12万，我报的没偏。第1块林霄胜，第2块浓姜皮糯化冰料，开始报价。浓姜皮糯化冰，肉里带雾，底子倒干净，可惜色浅，卖不上去。75万，再往上就虚了。这块料子从窗口看糯化的已经很开了，行里的价起码也得360万往上。二少爷，这块我看在390万。他实际能值的就是这个数。你真拿自己当神了？你真拿自己当神了？这块料我还专门请过别的老师傅看，谁不是报到300多万往上？切开就见分晓。开第2块。色根没进去，底子也只是一般货，真实落价75万。我75万，二少爷你又输了。傅伯，你前2块的误差都已经越线，顾城城这边已经失了先机。顾城城，最后1块若还出差过，少爷等一下，你先别动手，你先别动手，我求您了，第3块我一定替你看准。我只再给你这一次。
剩一个了，云岚偏坑怪料，写出来你们最终的价。云岚偏坑怪料，估值3600万。怪皮下面藏的是高冰正阳淬，只是色带分布不匀，没表面看着那么满，真正价值大概3600万。哈哈哈哈！4050万，福爸，这回我们总该扳回来了。出淬了，而且色很正，是正阳淬。出了重色，福爸这把翻了。二少爷是正阳，80%能接近满色。看见没有？跟我斗，你还差得远。哈哈哈哈哈！先别急着高兴，师傅，这个角度再来一刀。这颜色分布没有那么均匀。虽见正阳淬，可惜色只停在表面，真实落价3610万。现在核算3块料的最终总值，顾承泽报数4900万，林霄报数3717万，3块料真实总价为3697万，林霄的总偏差不到1%，他不到1%，此局林霄胜。偏差竟然连1%都不到，这哪是眼力？顾家这么多年还从没出过这种本事，青鱼这次真是捡到宝了。他怎么可能回回都准成这样？这小子那双眼肯定有鬼，我不认，重比！字据在前，祖老在座，你还想赖到什么时候？难道顾家的家规在你眼里也就是个笑话？输了可以不认。二少爷，就算你把那张契书撕碎，输的人也是你。你名下那点产业，连同你后头能走的路，都该交到大小姐手里。你是自己乖乖让出来，还是等几位祖老替你收？凭什么？那都是我的，我不服！还有第3轮，我拿顾家的镇脉古石来赌，连同所有继承资格一把压上。你不是厉害的很吗？不是谁都能赢吗？那就接着赌，李潇，你敢不敢？顾承泽，你简直胡闹！镇门祖石关着顾家的气运，岂是你能拿来下赌咒的？闭嘴！那东西凶名在外，历代仙人都轻易不敢碰。你究竟怎么想的？顾承泽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镇脉古石一旦出了岔子，毁的就不是你一个人，是整个顾家。顾承泽，你有病就去治，别拿镇脉古石来赌。好，等你3局也输了，你就真没路可退了。林霄，别意气用事，这石头太邪。之前那些看过他的人，不是把家底赔空，就是人出了岔子。他根本不是寻常赌石。重新像是被某种东西死死封住了，连我的眼力都穿不进去。仅仅是边缘外泄出来的气息就已经强到这种地步，里面的东西绝不寻常。险是险，可这一把值得呀！怎么怕了？哼，刚才不是还一副胜权在握的样子？真碰上顾家的传奇凶石，你就露怯了？赌，但我压的不是你口中的那点继承资格。这是想改口，还是想退了？我若赢，你顾承泽和你名下所有直系亲属永远失去顾家产业继承权，也永远失去分红资格。你们这一支净身出门，此生不得再回北洛半步。还有，这块镇脉古石归我，我做什么顾家上下谁都不得插手。归你，年轻人！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开口要什么？我很清楚，赢了石头归我说了算，若我输了，这条命怎么处置都随顾承业。不要这样，我们已经连赢2局，根本没必要陪他玩。大小姐别担心，这块石头既可能是祸根，也可能是你坐稳家主之位最大的筹码。只要这一局我拿下来，顾承泽就死透了。长老，我们继续赌吧。要真出了事，由我一人承担，不牵连顾家其余人。哈哈，好，来，那就照他说的来。大长老，利气，我要看着他这回怎么死。好，既然你们谁都不肯退，那就地生死契。赢的人拿走一切，输的人此生再难翻身。掀开！就是这块，
当年连4位名家都折进去的凶料。来吧，林霄，不是眼力很神吗？试试吧，看你能不能把这块吃人的料子看透。师傅，麻烦从这儿下手，换最小号的钻针，先打一只太远。年轻人，你这一下要是碰着玉心，整块料可就直接废了。真是外行，压门祖料的皮壳厚得跟宝强一样，气全锁在里面，别说打眼了，钻针崩了你都见不着半点色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我看你就是知道自己赢不了，故意想毁料。够了，按林霄说的做。连个眼都未必打得进去，林霄，别死撑了。打穿了！这里面是什么？快说！没错，是赤髓玉啊！通体大红，是极品赤髓玉。什么？赤髓玉？那东西比黄翠还难遇，多少年都只在传闻里听过，竟然真是赤髓玉！这宝贝比黄翠金贵太多，整个玉行都未必找得出第2块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赤髓玉怎么会是赤髓玉？这不可能！林霄，师傅以探眼为中心，慢慢向4周擦皮，先开一扇窗口出来。赤髓玉，真是赤髓玉！祖上保佑，这宝贝一出世，我沈家至少兴盛70年。林霄，你是顾家的大功臣。不对，赤髓玉不是全部，这是一块包心双壳料，里面还缝着别的东西。那团金光，难不成是？各位长老、大小姐，先别急着定论，眼前这层赤髓玉不是这块石头的全部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话什么意思？血色之下，气还没断，我敢断定里面另有闲宽。你是说赤髓玉里面还有心？林霄，这已经超出在场所有人的认知了。你若判断失误，毁掉这块赤髓玉，后果可不是你担得起的。请再信我一次，师傅，继续往里包。疯了！这是全都疯了！把赤髓玉继续剥开，这简直是在拿天物开玩笑。林先生，这要是再往里切，从这里下刀，沿边走，深度2.7厘米，多下半内心就会受损，少半分又等于白做。照他说的来，出事算我的，出事算我的。准，继续开。天龙种，真的是天龙种！龙魄地淬，赤髓玉都已经只是古书里的东西了，龙魄地淬更是古卷里才有的东西。老夫只在残卷里见过只言片语。祖上显灵，苍天佑我顾家，顾家气数当兴。龙魄地淬，完了，这次真的全完了。大长老，这回该宣布胜负了吧？该宣布胜负了吧？结果已经很清楚，林霄大获全胜。按喜约，从此刻，顾承泽和他那一支全部撤掉继承资格与红利份额，立刻搬出沈家，终生不得再入北路半步。至于镇脉古石，不，龙魄地淬，此玉归林霄独立处置。顾家上下见玉如见家主令，任何人不得违逆。是。二少爷，你是自己出去，还是要我让人把你扔出去？输了，我什么都守不住了。大小姐，几位长老，这场争位虽然已经分出高下，但善后还没结束。那接下来的清算和安排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切由林先生做主。几位族老，谁有意见？老夫没有意见，一切听大小姐与林先生安排。矿脉那边的交接进行的怎么样？顾承泽手下那批老人有没有新的动静？回大小姐，大部分矿场已经顺利接手，不过还有几个人打着养病的旗号闭门不见，暗地里小动作没停。二少爷人虽然被赶出去了，可他留下的旧斑点还没散干净。斩草不除根，麻烦迟早还会回来。那些人不是身子不行，是贼心还吊着。大小姐，出事了！
二少爷带了大批人手，正硬闯进来。我的好姐姐，别来无恙啊！我今天可不是空手回来的。这位便是南轩玉盟的头号相识宗师宋帕大师。顾大小姐，林先生，久闻顾家在北龙声名不小，今日一见倒也有趣。堂堂顾家竟让一个矿场苦力充当贵客，看来世道确实变了。宋帕大师，难说玉盟的手伸到顾家门里，未免太不知分寸。顾家的内务还轮不到外人开口评判。外人？宋帕大师，是我请来替顾家福州规矩的贵客。林霄不过走了几回狗屎运，以为赢了几个人就能把自己当成相识大家了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底蕴，什么叫真本事。顾承泽，把外面的人牵进家族内室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族中不允许的？大长老不必动怒，我们南修人最重章法。今日上门只是想亲眼看看新晋圣者到底有几分本事。这老东西和福伯不是一路人，福伯只会看石头，他身上却有些修行本事。想怎么比，拿什么来比？顾家如今真没人了，只能拿出来一个矿奴。要是心里没底，我们现在转身就走。哈！你既然敢踏进顾家的门，就该知道输家不是说走就能走。想比可以，先把赌注按我的规矩来。那顾大小姐打算压什么？这一局又想怎么分高下？规则不复杂，你我双方各挑4块毛料，送到前厅打乱，不比谁报得高，只看谁能先从对方的石头里挑出最值钱那块，再把种水色底说准，3局定2胜。我若输了，顾家主印当场交出，由族老会另选掌家人。轻易不能胡来，这赌注牵着顾家的根基，岂能拿来当一场斗气？大哥，青衣既有胆量开这个口，想必心里有数，说不定他真能替顾家夺来一片新天地。顾青衣，别等会儿后悔。若你们输了，你的眼睛留下。除此之外，南选玉盟在北陇境内所有玉石渠道也一并交给顾家。顾承泽，饶你一条命，这局你还压不压？顾大小姐年纪不大，杀气倒是不轻。哼，大小姐用不着亲自下场，收拾你，我来就够了。你那双眼还有那几条货路，我赢下来，正好送给大小姐当件顺手礼。林霄，你少装腔作势！宋帕大师让他知道自己算什么东西。好，老夫应下。诸位族老，请在场作证。好。这块壳子压得很薄，砂感细得发腻，表面还起了蜡光，里头多半是高冰黄杨绿，颜色正也够辣，水头也足。这人的眼力真狠，剑度比福伯高出一截，而且下手更沉，也更准。不对劲，这石头里的波动太猛，连帝王绿都压不住，这绝不是寻常大祸。这块石头像是在反过来牵引我的眼力，它像是在主动把底子送到我眼前。天龙种，这么烂皮壳里竟然藏住天龙种，糟了，能量冲得太猛，身体有点撑不住。看来以我现在的底子，还不能连续高强度动用这双眼。宋帕大师，你拿出来的这块杀招，外皮那点表现只是遮掩法，真正藏在里面的东西才是重头戏。你想用它给我设套，可惜了，里面那块天龙种碧晴翠反倒会成为送你落败的刀。小子眼睛倒真够尖，连我的逆翠手都能看破。至于龙石种，哼，话先别说太满，开吧，开料，先解宋帕大师所选这一块。高冰黄杨绿，色辣水又足，这一刀长狠了。林先生，该开你点出的那块了，老夫倒要看看你口中的天龙种到底藏在哪里。天龙种碧晴翠，真是天龙种，这是暴涨，大暴涨！暴涨！不可能，你到底凭什么判断出来的？直觉而已。宋八大师，你挖空心思布下的网，在林先生眼里不过是藏石子的把戏。现在你该知道你们之间差了多远。
匪夷所思，年轻人就是好眼力。青姨，这位林先生确实有压场的本事。哼，蒙对了而已。下一局才是真正见功夫的时候。大师，这绝不正常，他凭什么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不能再给他机会了！闭嘴！输了就是输了，别在这里乱废。林先生，你这种所谓直觉很不寻常，你不像是在辨识，倒像是在碰它里面那股气。这样的天分，我只在南书卷里见过寥寥几举。你这一身眼力师承何处？大师抬举了，我不过是在矿坑边捡命活的人，石头摸得多了，也就练出点不值钱的本能。首场胜负已明，林霄先下一城，第二场即刻开始。这一场还是由我先落子。乌墨沙皮，翻沙细云，腰线上还缠着一圈活松花。若我没断错，里面该是冰底飘脆，花活水也不短，是块相当稳的好料。判断几乎没偏，确实是个老道的人物。飘花是好花，那我就吸走一点，伤不了大师，却足够把水头和最终落架拖下去。宋怕这一刀爆高了。吸进来的湿气让这双眼看得更透，这块料的底细我已经摸清了。我选这一块。哈哈哈，林霄，你是真会给自己挖坑。这种破东西扔去喂狗，狗都嫌硌牙，你拿它跟宋八大师斗，哈哈。大小姐，这料子皮粗肉木，怎么看不像能起货啊？多嘴，林先生怎么选还轮不到你来说。林先生，这块石头皮厚沙粗，满身都是废象。你若现在改主意，还来得及。越是外表难看，越容易把人带偏。我反倒觉得里面藏着东西，说不准是块诺化冰紫罗三。哼，既然你非要往死路上走，那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开料，先解宋帕大师的。冰诺飘翠花，花底藏裂，水头发干。算掌，但离先前玉片差了一截。连宋帕大师也有判断落空的时候，这不可能！我方才断的是冰底藏水，怎么会只开出这种表现？这么多人盯着，我能做什么？也许只是大师今天的运气不太站在你那边。不可能！苏博大师怎么会看走眼？不会的，肯定是你们还没切到位。二少爷，已经到这一步了，再往下切也没有用的。就算没开到顶，也照样比你那块烂石头强得多。他要是真把货切出来，你除了乱废还剩什么本事？继续开，我信林先生的判断。哈哈哈哈！看见没有，废石就是废石。顾青衣，这就是你丫的宝。没事，别停，从侧面那里再开一道窗，从侧边磨开。装，你接着装，我倒要瞧瞧你还能把这块死石吹成什么样。见紫了，高兵弟子，这不是普通紫罗兰，是顶级的皇家紫，暴涨。我输了，第二场仍归林霄。前两场你们一场未拿，再输一局，所有赌注都得原样兑现。输我认，但还没输到府。第三场，敢不敢玩一局真正见生死的？宋帕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临场加码？不是加码，是定盘。第三场我们来一局心眼同修，你我各挑整料，对决分4关，开窗石尾，互断暗裂，各判种水色底，最后报出中价。等料子完全解开，再以真实价值和双方报数的贴近程度分高下。若我再败，除了原先答应的一切照给，我还把毕生心得手剑悉数交出，从此在你面前执弟子礼。可你若输了，就把前2场拿走的彩头统统退还，当众承认你不如我，不得踏入宁玉楼。苏帕，你还没完了是吧？前2场都输了，还要死皮赖脸到什么时候？宋帕，这里是顾家啊，这里是顾家，不是你想登台唱戏就能唱到底的地方。宋帕大师这是打算拿一辈子的名头和传承换我一个前程和脸面。我跟你赌，但条件得改。就算我赢，也没有收徒的打算。只要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一句，你输的心服口服。还有他必须把继承赛上欠下的账依次还清，亲笔签下放弃顾家部继承权的文书，留下一条胳膊。至于那条胳膊，
我要你亲自动手替他废掉。怎么不敢接？还是说顾承泽的前程和手臂比你这一生的招牌和传承还重要？别信他，这疯子就是想毁了我，想毁了我！大师，我们走，现在就走，别管什么杜月了。窝囊，输不起的废物！林先生好胆色，也够狠。我接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图约既成，各安天命。来人，上料！我就要这块寒川坑乌沙黑皮，皮可紧实。依我看，里面该是冰底飘脆，胜在稳。宋八果然还是选了最稳的一块，他这次不敢冒险，只想把变数压到最低。这块黄蜡沙风险大，机会也大，我偏要拿它来定胜负。就它了，胜负就它了。黄蜡沙最容易去埋坑，10块里8块能把人坑死，这料子太险了。从这儿擦口，熏带下面藏着正色，少说也能到高冰级别。黄蜡沙里切出高冰，林先生胆子大是优点，盲目自信可就是送命了。冰底飘翠花，水路不错，算涨了。这一下看着悬了，寻把色压住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林霄，你不是很能吗？就这？不行了，寻根已经吃进肉里，这料基本算废了。别急，顺着寻边再往里磨半指，顺着寻边再往里磨半指。见色了，菌下面真压着高绿，高冰阳翠大涨，这料涨得太狠了。果然是玄下藏高色，色正色辣，水头也长，这份眼力真是惊人。开窗验真假，林霄占先。石头最会骗人，可有时候他也最会把宝藏藏在最难看的地方。不可能，那么厚的恶序，他怎么能直接看穿？就算南山最顶尖的官皮术，也得配药液和古法辅佐。他凭一双手怎么做到的？不过是撞了回邪运，就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大师，下一场狠狠干，让他现原形。4场比断裂脉，双方交换矛入，当面互判，限时半炷香。宋帕所断，窗龙位见色虽好，但穴根下方宜藏暗柳，若裂成粒，将直伤玉根，价值至少要折去3成半。林霄所断，乌纱黑皮之内为冰底飘翠，花带之下浮有细尾裂，顺色下探约2.7毫米，尚未贯通，却已影响取件，折价约1成2。听见没有？3成半，你那块料子已经半残了，还拿什么赢？大师，对这种事最忌讳一四四2个字，裂就是裂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差半线结果都能天翻地覆。等刀下见真章，谁对谁错自然分明。缝料、落刀、验裂，先解林霄所断的黄蜡沙。没有恶劣，只有几道天生石纹，避得开不伤货，整块肉相当完整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那处色根明明受阻，怎么会一点致命裂都没有？诸位都看清了，色正水长肉整，大师嘴里的暗冷到底藏在哪？大师，2个模糊字，险些毁了一块好料。看来大师乱的不只是眼，心力也不行。继续解宋帕所断的乌纱料，验他那道尾裂。有裂，细尾裂顺着色带往里走，没打穿，可肉已经受了伤。怎么可能？连深浅都几乎丝毫不差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假的！假的！一定有鬼！我不认！再给我切！来人！神了，这是真正的神眼呐！老夫服气。4场互断裂脉，林霄2段皆中，宋帕一处看偏，一处未中。此场林霄完胜。姐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看在血脉上放过我吧，我不能被赶出北域。你把外人引进家门，想着让我不得好死的时候，可曾念过半分姐弟情？既然上了桌，
打过的赌就得认。顾家规矩如此，我向来也是这样。姐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林霄，顾家真是找到了赌石天才呀！林先生，这是南轩官文密札的原卷，还有南兄玉盟长老令佩。凭这块令佩，你可以调动玉盟在北龙各路商县仓口和人脉渠道，他们都归你了。不，大师，不要给他！凭什么？这一战，老夫输得彻底，我心服口服。依照先前赌约，从今天起，我正式任命你为顾家终身首席建务顾问。今后对外项实、采买、议价、渠道垫接，全部由你统筹。冰霄，这是你凭本事赢来的位置，以后顾家就要仰仗你了。多谢大小姐信任，我既然接下，就一定把事办成。终身首席不是给你家的荣耀，而是压在你肩上的担子。你接任后的头一桩事，就是3天后的北永国际公盘。公盘这种地方，明面上是买石头，实际上是分高低立名号。我知道那是个什么战场。南山玉盟副盟主帕坤，宋帕的师兄，已经把话放出来了。他联手东海的耀盛财团，带着大笔资金和一群高手，要替他师弟把这口气讨回来。目标不只是你，也是整个顾家。大小姐，林顾问，帕肯此人出了名的狠，听说眼力还压宋帕一头，再加上他在东南海经营多年，这趟来的绝不会简单。哼，他想踩着我雪耻，我正好拿他开刀，挺合适。这是我现在能批给你的最多的钱，18亿美金。凌霄，顾家接下来的运势，我全压在你这里。钱只是死筹码，石头才是活东西。公盘上真正分胜负的，从来不是谁砸得更多，而是谁看得更准、更狠。好，等公盘开场那天，你的名字会响彻整个翡翠界。